大家好，我是 Slow Lolly， 欢迎来到雪萝莉的频道。今天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，发现多伦多的油价已经回到了每升 1.07 块了。我记得3月份还没封城的时候，油价也就1毛1一升。萝莉感觉油价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，上一期推荐的加拿大能源股差不多可以开始布局咯。大家记得订阅以及点击小铃铛，获取最新的视频哦。在这一期加股股息投资，萝莉为大家带来了2只加拿大的 REITs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， 也就是房地产投资信托。我这里先给不知道什么是 REITs 的朋友解释一下， REITs 就是房地产信托基金，这个基金会把所有投资人的钱聚集起来投资房地产业务，每个月收到的租金除去每月的运营费用，剩下的以派息的方式回报给投资人，算是一种用小钱投资房地产的方式。回到今天的主题，今天要推荐的2只 REIT 分别是 HR REIT 和 Northwest Healthcare。 我们先来说说 H&R REIT， 在加拿大 TXS 的股票代码是 HRUN。 H&R REIT 是加拿大其中一个最大的 REIT， 市值高达28亿。自3月份股灾以来，跌了超过 50%， 从每股21块8毛9跌到了最低的每股7块5毛7，现在在9块5到10块5之间横盘整理。在5月份出来的2020年第一季度的财报中，1月到3月的租金收入为2亿7970万，与2019年第一季度的2亿9870万相比，减少了 6.36%。 物业经营收入只有1亿4060万，同比也低了 8.58%。 而值得关注的是，相同资产物业经营收入同比增长了 0.9%， 而物业运营减少的原因是租赁终止费的收入大幅减少了。租赁终止费是什么呢？我查证了一下，就是如果租客或者住户提前结束租约，在法律上他们需要根据租赁合约的要求付给屋主一个租赁终止费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违约金。在第一季度期间，正值中国疫情爆发的高峰，美国的疫情也刚刚开始有了苗头。因为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，不容易找到新工作，租客很少转移他们居住的地方，所以租赁终止费减少可以理解为租客的流动性减少了。而在财报中，最大部分的损失是来自房地产价格的调整。自疫情以来，人人自危，不可避免会引起房地产的价格波动，但是没有买卖物业就不会确认有真正的损失，除非 H&R REIT 出现了资金流的短缺，不然不会在这个时间段贱卖物业的。对于 REIT 这样重资产房地产来说，最危险的就是资金流问题，其中的在建工程是会消耗大量现金的。而且这段时间 H&R REIT 有6个工程正在动工，其中在美国迈阿密规模最大的城市混合用途开发计划预计在2020年的第3季度完工。按照费用比来估算，在3月30号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工程的 84.8%， 而另外一个在加拿大的 Cleydon 还处于第一阶段的工程，由于疫情原因需要暂时停工了。在4月份H&R REIT 已经向加拿大银行申请到了4亿2500万的信用贷款额度，来防范资金流的断裂。加上手头上拥有的现金总价物，可用现金接近5亿，而2020年末到期需要偿还的债务只有1亿5900万，短期内资金不会有问题。在租金收入方面，因为财报是5月份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4、5月份的收入情况。除了零售行业，其他办公、住宅和工业用地的4、5月租金回收率都超过了 90%。
在疫情当中算是十分强势的。而北美的大型商场因为疫情封城关闭了3个月， H&M Reese 在4、5月份大型商场的租金回收率低于 50%， 预计直到7月份才会有所回升。在租金收入这一块，主要的收入减少也是因为这一部分的收入。罗莉个人以为，在未来的几个月，这一部分的收入估计也不会有太大起色，直到美国把疫情控制好了，真正的重启经济才会有所好转。幸好的是，这只占租金收入的 20%， 我们可以理解为 80% 的租金收入是良好的。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 H&R Reese 在今年5月份也减少了派息，从原来的每股 0.115 降到了每股 0.0575。 对于现阶段平均股价10块钱来说，派息率将近 7%。 在未来疫情过后，派息率会有所回升。如果以现在的价格买入，未来很可能会达到 10% 的派息回报率。在过去20年， H&R Reese 没有一次停止过派息，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，派息也和现在一样减少了一半，当时的股价也是被腰斩了，和现在的情况很相像。所以无论是 H&R Reese 金融危机历史上的应对模式，还是现在现金流的稳定性，都给罗莉有足够的信心，相信在未来的2到3年， H&R Reese 会带给我稳定的股息回报和不错的股价收益。在2季度季报出来的时候，罗莉会继续追踪研究，大家记得关注一下罗莉哦，以便有最新追踪出来以后提醒大家。而另外一只 Reese Northwest Healthcare 加拿大市场 TSX 的股票代码是 NWHUN， 这是一个主营高质量健康护理的房地产 Reese， 例如医院、康复中心之类的，业务遍布世界各地，包括加拿大、巴西、德国、澳洲、新西兰。而在加拿大的业务资产主要聚集在各大城市，例如多伦多、卡加利、蒙特利尔等等。就从业务范围，我们就可以清楚，这是一个防御性十分强劲的 Reese。 现在疫情流行，哪里都有可能缺钱，但是医院一定不缺，所以租金的收入十分稳定。再来看看 Northwest Healthcare 2020年第1季度的财报，亮瞎眼的是，净资产的营业收入同比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增加了 3.9%， 利润增长更是 4.5%。 而其他的收入，除去普通的物业管理收入外，新增在澳大利亚 Lovecare Healthcare 持有 30% 股份的2个医药研究机构，也在这个季度获得了751万的收入。Northwest Healthcare 第1季度的税前总利润达到了1亿1972万，在2019年的第1季度，它还是亏损的哦。但是因为疫情和油价的影响，加币贬值了，所以在货币转换这一块产生了9594万的损失。但是总而言之，经营上并没有受到影响，反而刺激了增长。在第1季度结束，在营收正常的情况下， Northwest Healthcare 还持有9638.6万的现金，这还是在投资了1亿8800万的新物业的情况下的。在这个新冠疫情中， Northwest Healthcare 的资金链十分安全，在现在的股价10块7毛2上，派息率高达 7.46%， 而在2010年成立以来，无论股价多少，派息都维持在每年每股 0.8 加币的水平，也就是每月每股 0.067， 成立10年以来没有停止或者减少过一次的派息。作为医疗健康这个行业的 Reese， 它的稳定性是无需质疑的。如果是在3月份股价的最低点购入 Northwest Healthcare， 将获得 12% 的股息回报。而且从这个走势来看，已经比大部分的传统行业的股票行情强势太多了。
唯一的缺点就是股息额度10年来没有增长。如果以现在的价格来投资的话，我更倾向于投资 H&R REITs， 无论是股息的增长率还是股价的增长潜力，都要比 Northwest Healthcare 要高。但是如果以稳定性而论， Northwest Healthcare 却是无与伦比的第一选择。这就是这期视频给大家介绍的2只加拿大长线投资的高股息 REITs。在美国疫情还是这么严重的情况下，美国的房地产行业应该还是会继续摊在低估区，所以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耐心。股息投机的策略是长线投资的策略，相比于优秀的入场点，股票的稳定性和持股人的耐心是最重要的。最后，如果是你会选择哪一只 REIT 呢？又会投资哪一类型的股票作为股息投资的个股选择呢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，和萝莉一起分享。如果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，欢迎大家点赞和关注哦。在这里祝大家天天都赚大钱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萝莉也要回去充电哦。